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欢迎来到星星说鬼。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鬼故事频道，怎么可以没有说过云顶的鬼故事呢？今天就让星星来给你们说一个吧。废话不多说，喜欢的话就马上订阅、按赞，支持一下我跟饭团哦。那我们开始吧。关于云顶，我们大多都听过那里的酒店或者是山路的鬼故事，但是关于云顶缆车的鬼故事，你们有听说过吗？有搭过云顶缆车的人都知道，云顶的缆车站只有3站，但是那天晚上本该顺利直达终点站的缆车，却在半途让我们坐到了一个没人记得曾经存在的一站。还记得那时是我们上大2的年尾，刚忙完学期作业的我们，已经整整1个星期没踏出宿舍房门半步，简直快被各种报告给整死了。总算是勉强把报告交了，干死我了，这学期终于可以躺平了。还是，既然学期作业都赶完了，要不要我们下去云顶透透气啊？咦，人呢？哎呦，还不快点出发！对呀，你还坐在那里干什么啊？你们的动作未免也太快了吧！没错，就这样，我们马上打包就出发了。其实云顶我们是最熟悉不过了，1个学期只要没事，我们都会上来鬼混好几次，所以对巴士路线和上山的缆车我们都熟到烂了。但是人们总说上的山多终遇虎，虎什么虎啦？什么灵异事件？那都是骗人的啦！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云顶，都是顺顺利利的，有时还阴天逆，简直就是我们的风水宝地好吗？就是今天看我们还不把吃喝的费用都赢回来啦！你们低调点，千万不要赢太多哦！殊不知，谁会想到铁齿的后果？这不就来了吗？我记得那天是个周日，云顶游客不多，缆车站也没有什么人在排队。我们在这里几乎就是瞎逛，吃些好吃的，玩些好玩的。输些该输的。到底是谁一直说最后一把可以赢完回来的啦？再这样下去，连回去的巴士费也要输光了啦！对呀，不要玩了啦！你真以为你赌神哦，每次都赢？怎么只是这样说的？相信我，只要再多一次，我就会把它给赢回来。不行！就这样，因为我们超出预算，就决定不过夜了。简单吃过晚餐后，我们就搭10点45分的缆车下山回宿舍。当我们排队入闸后，刚好有一辆空车厢过来，我们3人一上车，缆车门就缓缓关上了。随着夜晚的山风，缆车外的寒意也一阵一阵地吹了进来。一趟缆车下山的时间大概是10多分钟，途中会经过一个7点后就关闭的景区站，然后直达终点站。感觉应该是玩累了，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等着缆车到站。整个路程只有缆车线偶尔亮起的灯光打在下面密密麻麻的树林和草丛上。不得不说，对比早上那种阳光明媚、心旷神怡的感觉，夜晚真的比较有压迫感。差不多过了5分钟，我们就经过中途那个已经关闭了的景区站，缆车不会停下，而是直接前往最终站。途中我们已经累得开始打哈欠了，准备缆车到站后就冲去搭最后一班回家的巴士。然而很神奇的是，过了10多分钟，缆车却没有停下。于是我有点疑惑地掏出了手机查看时间，发现已经是11点05分了。奇怪嘞，怎么今天那么久还没到站啊？
会不会是今天缆车动比较慢啊？对呀，还是你记错时间了啊？我感觉没有很慢啊，应该要到了吧？你看，这不就到了吗？没错，就那么一瞬间，终点站忽然出现在了原本黑漆漆的山上。也许是我感觉错了吧？啊，算了，反正等下就可以赶上回家的巴士了。不久后，缆车开始慢慢减速。啊，这里是哪里呀？的确，我们到站了，但是这个车站我们完全没见过。眼前的这个站台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根本就不是平时我们熟悉的终点站啊！更奇怪的是，这里看起来像停用很久了，周围墙壁上的瓷砖已经剥落，地上坑坑洞洞的都是裂开了的水泥。灯光虽然不暗，但给人感觉整个站台灰蒙蒙的，怎么看就怎么怪。不对呀，这一站什么时候有的啊？肯定是停错站了啦！是不是最近刚建的啊？可是看上去像荒废了诶。法团，你在干嘛？他叫我过去，他说这一站才是我们该下的地方。你疯啦？下什么车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一站诶。说真的，当时的我跟冰皮都吓到了，就算我们已经用力在阻止，但饭团好像完全听不见我们说话，一直坚持要下车。看饭团的情况，整个人像中邪了一样，眼睛瞪得超大，还一直自言自语的死死盯着外面的站台。我要下车！谁在叫你啦？你冷静一点啊！饭团，你在发什么神经啊？给我回来！你还不快给我清醒一点！当几个巴掌打下去后，饭团就一脸懵地看着我们。真的是幸好当时车上有我跟冰皮，不然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拦不住刚才的饭团。就这样一顿混乱后，车门慢慢关上了，缆车才又再次启动。这下我跟冰皮对着饭团就是一顿输出，说他刚才简直疯了。我跟星星那么用力拉你，你是没感觉是吗？对呀，又不是第一次来云顶了，哪个站该下你不懂吗？刚才到底在发什么神经啊？不是，难道你们没看到跟我们同一车厢的那个奇怪的女人啊？就一直坐在床旁边的那个女人啊，就是她，叫我一起下车的。你是在攻杀小啦？车上从头到尾就只有我、冰皮和你3个人而已好吗？哪里还有其他人啊？这个玩笑很烂欸。怎么可能？你们完全没看到吗？就刚刚坐你旁边的女人啊，刚刚就下车了啊！你们看那个站，就是那个女人，她现在正站在那里。于是我们猛然顺着饭团指的方向望去，那是……这时我们就看见远处的那个站台边上站着一个很高、留着一头长发并且身穿黑衣的女人，正默默地盯着我们。不仅如此，此时的她竟然还慢慢地朝我们挥手，接着就在我们眼前，对，她就那样纵身一跳，我们3人都同时愣住了。那一瞬间，我们的心跳几乎停止，而那个女人跳下的时候没有尖叫，掉下去之后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仿佛她只是被风带走了一样。此时车厢内一片寂静，但同时我们都清楚听到了自己的心脏在狂跳。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几分钟后，缆车终于到站，我们根本就不敢多想，
马上就飞奔到巴士站，赶上了最后一班回宿舍的巴士。一路上，巴士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发毛，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安静坐着，也没有人敢再说话。以后我们早点回家吧。在那晚的经历后，我们3个人直接大病了2个礼拜，当然也是各处的找神庙拜拜求平安符，但是却没人能给我们说得清楚，那个晚上我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会是我们玩得太累，精神出问题了吗？还是我们真的遇到了想要索命的怨灵呢？又或者更严重的是遇到了住在山上的精怪呢？回来！你别过去啊！你回来！怎么样？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最近啊，天气这么热，大家可以考虑去云顶避避暑哦。好了，喜欢的话可以考虑帮星星订个阅、点个赞，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继续说故事给你们听哦。我和饭团会超级感谢你们的。好了，那我们下期故事再见了，拜拜。最后，各位加入零星鬼探社的社员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哦。特别是科长雷克斯、阿妍、阿燕、Jin 和神奇火龙果，感谢你们啦！